有这样一款游戏，主角一开始从高处坠落后侥幸存活，醒来后游走于瘟疫横行的世界，其中学会了包括弹反等各式各样的技能，一路上过关斩将，只为了击败一切的幕后黑手。最后于游戏尾声，主角还看到了与自己分别多时的手足。等一切结束后，世界又迎来了崭新的未来。没错，它就是《四之歌》的有伤力作《九日》。大家好，我是野城，您的九日区创作者。相信有玩九日或空洞骑士系列的玩家，或多或少有听过这样的叙述：最好的四之歌代餐九日。咱们先不管这有没有夸饰的嫌疑，但可以发现，九日在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地被拿来与空洞骑士这位大前辈相比较，并且当时四之歌还没有出，九日更多是一种弥补没有空洞骑士的时间的定位被介绍的。那如今四之歌也出了，作为深深喜爱两款游戏的玩家，我就从以下几个面向纯主观分析，被称为四之歌代餐的九日，究竟与四之歌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吧？先偷偷小爆了一下，在我眼中，两款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游戏。这两点会在一起讨论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的功能类似。以人来比喻，游戏性是内在，美术与音乐就是人的外在。就像你会被一个人的外表、打扮跟声音给吸引，进而去认识这个人。不管是九日还是四之歌的美术都十分有特色，卡通化风格的人物设计搭配细节满满的背景，让人对角色形象亲近的同时，也能够认真严肃看待故事背景。而与之配合的是引人入胜的背景音乐，九日杂糅了科技感、东方乐器造就的道朋克风格，四之歌以弦乐为主，演绎充满浓厚宗教的氛围。两者都在此交出了满分问卷，为世界观的塑造注入了灵魂。这边我必须要狠吹一波四之歌，空洞骑士跟四之歌的手感是我玩过游戏中数一数二出色的，就很顺，你知道吗？之前不是有吵四之歌太难，打完战斗没有奖励的争议吗？其中有人提到，之所以没有奖励，是因为四之歌的战斗本身就是一场奖励。我必须要说这话不无道理，因为樱桃工作室对战斗的打磨真的是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。尽管是用键盘与滑鼠操作，或者是用手柄，但你却感觉你实际在游戏中挥舞之针，大杀四方。你跟大黄蜂的关系就像是环太平洋里的贝克特跟吉普赛号，你们的同步率达到100%，你就是大黄蜂，大黄蜂就是你。而且四之歌的文章跟工具系统又为游戏增添了许多可玩性，可以说在四之歌的每一场战斗都是一场享受。更多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我往期影片，这边不再赘述。不过九日在这方面就稍有逊色，同为相似系统的玉石搭配与符咒流派选择，大体来说在游玩时并没有提供足够具有差异性的体验。最重要的战斗手感也是欠缺打磨，偶尔会有一些不顺畅的卡顿感一闪而过，敌人的攻击方式有时候也会很突兀，但整体来说我觉得算是及格的，是足以支撑完整游玩的程度。若说四之歌在这边有90分的话，九日起码也有70分。更何况九日还有最为核心的格挡玩法，听着不绝于耳的当当声与背景音乐配合，多巴胺会瞬间大量分泌，使人上瘾。总的来说，四之歌的战斗系统无可挑剔，九日尚可，但由于令人上瘾的格挡玩法，让体验大大的加分。有类银河恶魔城标签的游戏，探索也是十分重要的游戏体验。四之歌自然不用说，地图的连通设计，能力升级后回来探索总有新发现的惊喜，许多被埋起来让你不得不反复敲墙的隐藏房间，这些地方都让探图处处充满惊喜。
相反的，九日在探索设计上几乎没有，地图更像是过渡到下一段剧情的单向道，很难给你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但九日在探索上的缺陷，可以说是他剧情叙事风格上所决定的。先说空洞骑士丝之歌，他们就是标准的碎片化叙事，玩家很少体验到一道完整的剧情，需要透过不断的探索世界与 NPC 接触来补全创作者想要跟你诉说的故事。探索设计就会与叙事完美结合，因为创作者会鼓励你多多去探索，解锁这个世界的全貌。这么做的好处就是沉浸感。我有个喜欢魂系的朋友说过，比起直接呈现给我更喜欢透过探索跟体验去了解世界，仿佛我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物，见证历史的发生。不过坏处也显而易见，那就是不是每个玩家都是 Mossbag， 能够靠自己完整拼凑主线剧情，或是花大量时间去研究考究详细的背景故事。很多靠自己通关的玩家对剧情了解也是一知半解。九日就不一样了，九日这游戏本质上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战斗那不过是推进故事的手段，所以想当然，设计师在设计地图的时候，不会希望你反复回来反复探索，反而是顺顺的一个接一个的遭遇事件。可以发现，九日的剧情基本上都是解决完马上就接下一个，好似怕你不知道现在该干嘛，给你规划了一条明确的单向道，并且九日在剧情叙述上也常常反转。这个反转如果没有按照既定顺序去推进，那震撼感就会被大幅削弱。所以做个小结，九日跟丝之歌的叙事上是天南地北的区别，一个用碎片化叙事辅以优秀的探索设计，提升了玩家的沉浸感；一个则是直接完整呈现，玩家能够切切地了解前因后果，对故事情节的印象会更清晰。好啦，综上所述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聊最后一项了。与其说入坑难易度，更不如说我觉得这两款游戏有不同的受众。丝之歌更适合重视探索的玩家，喜欢靠自己去拼凑游戏剧情，爱好战斗。而且如果要玩这款游戏，需要对难度有心理准备，毕竟丝之歌难度虽然没有被网上妖魔化的那般严重，但也是供新手菜鸟喝一壶的。另外，玩丝之歌一定不要抵触看攻略。很多 BOSS 打法、关键道具收集，看攻略会很大程度的降低挫折感，所以本身很建议看攻略的玩家也需要注意这一点。那九日的玩家则是更适合重视完整剧情演出的玩家。如果你期待在游戏被一个好故事感动，那九日一定会满足你的需求。不过玩九日的硬性要求是要对格挡有一定的悟性，一样是前面那个魂系爱好者玩家。他可以轻松过丝之歌的诅咒结局，但在九日时面对格挡他却面露难色。可以说九日里能学会格挡，游戏基本没难度；学不会，那在我们格挡教官阴招这里都过不了5招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九日里还有剧情模式，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调整难度，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战斗过不了导致无法看剧情的事情发生。会想做这一部影片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满九日一直被说丝之歌代餐很久了。因为九日对我来说跟丝之歌就是完全不同风格迥异的2部作品，虽然都是类银标签，但九日的核心体验却是剧情演出，战斗跟探索都不是它的主要卖点。很多喜欢玩九日的都不一定喜欢玩丝之歌，反之亦然。所以我希望能讲讲这2款游戏的主要差异，避免大家收获差劲的游戏体验。很多时候对作品的负评其实都来自期待落空。我始终认为，与其为玩家推荐一款神作，推荐一款适合他的作品是更重要的事情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个赞，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可以在评论区互相交流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拜。